大家好，我是心动的信号第7季的李定豪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心动的信号第8季的王一帆，很高兴又见到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心动的信号第6季的施宁军，很高兴继续陪大家看心动。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3位呢，其实还有一位神秘嘉宾，是谁呢？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嗨，多多。哎呦，嗨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多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心动的信号第8季的多多柯爱玲，继续陪你看心动啦。听说你取消了4个航班。对，从上海、杭州、宁波都有飞，但它都取消掉了。确实，那个天气影响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说我是杭州开这个车运过来的。路上也是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太辛苦了，老师。我非常期待你的到来，因为前半段是我在主持，我是个 I 人，我的能量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由你接手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离开小五，其实好像你像我们是1年，我是2年，3年，化石了。那大家离开小屋之后都在忙些什么呢？我就一如既往的在做我的设计，然后最近打算出一个作品集，今年的年底应该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多多关注一下丁豪老师的账号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那小孙呢？上节目的时候我还在念硕士，然后现在在继续当时的计划，在读博士。很不错，很不错。然后用朋友的话说，就是深居简出，过得有点山中不知日月了。所以感谢把我这个老化石挖出来，跟大家一起见面，开心一下。归来人是学生。一般呢？我依旧是每天在当牛马的路上，小年纪已经工作2年了。但是我很喜欢看你的 vlog。真的吗？喜欢看我的牛马日记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因为我是你的好友，所以我可以看到你的日常。哦，日常是我的小秘密。对。日常会发什么呢？会更抽象，就在发疯。对，哈哈哈，原来你是这样，哈哈哈，你好搞笑啊，就这样子。那多多现在在忙什么？我一直都是一个享受工作和工作节奏比较强的人，也很期待未来的生活能有新的变化吧。多多应该是在路上已经看了那个仙道，是吧？是的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。我很好奇的是，大家对哪一个嘉宾的印象更加深刻一些？我应该是对凯怡，她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小太阳的感觉。我对男生那边的以恒印象比较深，因为他跟我一样是选了绿色的，对，然后他也是在这一期当中唯一一个绿色的嘉宾，所以我就很期待他会跟哪个女嘉宾会有故事。我觉得于洋和任芳第一次见面的气氛很有意思，所以很期待他们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火花。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我对于洋比较有这个印象，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还有一点点就是反差搞笑。对。对了，我们在上一期的那个先导片中，我们进行了一个男女生的好感度的一个猜测。我说的是凯怡跟贺文可能会人气比较高。我投的应该是博涵和凯怡，就是他俩笑得最开的。我投的是月儿和绿色的那个曹以恒。对。你多多投的是？我猜男生里面可能是博涵吧。女生如果要选一个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月儿吧。我觉得她的性格是很好接触的，是的，对，就是跟人打招呼啊，也很大大方方的，然后人家不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很有距离感，而是很快能跟她熟络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究竟是谁猜对了。揭晓。哦，哇，哦，来了。是什么 ？Hello， 你好。哎，昨天没有见过你，对吧？
Hello， 你好，我叫贺文。我觉得贺文就是很主动的一个性格。对你，挑个位置，你要不先坐一下？你要不挑个位置，你先坐一下。Hello， 希伦。Hello。很帅。男生见面感觉熟络的很快啊。是。服务意识拉满。哇，一袭红裙。Hello。Hello。我需要一个放大镜。这个很重要啊。我猜对了。厉害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对。久等了。Hello 啊，月儿。Hello 啊，月儿。很熟吗？很熟，很熟啊！大步向前。博涵，哦，博涵是第一次见月儿。坐吧，我们别太。哎呦，小心！不好意思。坐。我叫沙月儿。啊，这个姓氏真的很少见。确实。你不觉得迫不及待想跟月儿聊天？你不觉得贺文和小孙老师有点像吗？我也想说，你真的跟贺文长得有点像，而且就是一个是外向版，一个是内向版，现在在这儿让我觉得就很抽离啊。没有，都很好啊，都很好。哪个词是你着重更能接受或更接受不了的，是吧？对，应该是这个。咱们可能选的是。咱们这个词儿跟我们其实还是，我觉得像贺文还有博涵，我觉得他们就是都很主动，明显的对信号。对，我其实很期待他后面会有什么表现。是。那如果此时此刻把小孙老师放在这里，你该怎么办？大家集体安静下来了，我觉得这种时候要站出来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觉得倾听也很重要，我可能会多去了解他一些，然后在合适的机会再去表现自己的契合的地方。还是有自己的小想法在的。要听听你们的小想法。好，那丁浩老师先说。怎么又到我了？我也跟小孙一样，就是不会让场子给冷下来。如果说没有话题了，我可能会自己提一些话题。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，毕竟我应该是算是话比较少的，大家话都比我多。我感觉就可能如果说没有说这个人真的让我一眼就是非常感兴趣，我可能还是在旁边默默的观察。我可能也是，首先都像当朋友一样，都先了解一下大家都什么性格的吧。如果我对对方也稍微比较有信号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回应对方，或者说抛些话题过去。对，我会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那现在男生最多的是以恒，对，第一名是曹以恒。我猜对了，你是2个都猜对了，这就很厉害了。哇，厉害，一帆，真厉害！我是预言家。那恭喜我们一帆获得我们的心动抱枕的奖品喽！来颁奖，谢谢，恭喜一帆啦！哇塞，我是全网第一个拥有心动9周边的人吗？是，还是得多学习，又学上了，研究，记笔记。所以你们，我先见过。哦，对。我们结尾的时候聊了20分钟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挺突然我的到来。其实也不会，大家一直在等你。大家一直在等你。好暖的一句话。哇哦！你有期待就是在小屋里面遇到什么样的心动对象吗？看着比较干净的。偷瞄了一下，还是很在意他的一个反应的。清爽，比较文艺，这种风格吗？我只能说他问对了，就是说这种风格，对，也算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性格方面你会有向往的吗？或者怎么样的？2个艺人欺负1个 I 人，他解围了。你待这么久会比较无聊吗？开启私聊了，还行，因为毕竟你们都来了嘛。习惯了等待。
情绪很稳定啊。但是今天和昨天不一样的是，今天我的主场来人了。颜色他能 get 到他，对他能 get 到他的点。嗯，他昨天不是绿色吗？是这样，草草是绿的呀。好细节。又有消短息，信，晚宴主会场和所有人见面。哦，这还不是主会场。他们要再去见面。晚宴还是长桌，但长桌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感兴趣的人真的就在旁边的话，他是很容易建立一个自己的交流圈。对，哈哈，好有气场的感觉。好多人，好多人呢。我就坐这边，可以吗？好，博涵他是选择会坐旁边还是对面呢？我感觉他是坐对面了，那我就坐这儿吧。他已经有行动。用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。开始自我介绍了。我先来。行 ，leader，你先来 leader。大家有没有会做饭的呀？我会一点点哦。那你的一点是限于什么程度？家常菜。家常菜。什么红烧鱼啦、宫保鸡丁啊。红烧鱼是家常菜。但是博涵很会接话，对，他没有让月儿的话掉在地上过。简单的，如果跟着教程的话，我也可以能做。应该没有你厨艺好，你毕竟会做红烧鱼。你看啊，他就是，其实到那儿已经结束了，他又递了话让他去接。哎，接下来将释放全员身份信息，可以前往哦，他是让你去拿他资料卡，哇，这很直接，哇，这个好直接，哇，好刺激。如果拿掉了，就可能别人就拿不到了，拿不了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怎么没有人选？谁会第一个起来呢？我觉得 leader 吧。才在跃跃欲试，我感觉他。我来。你看，leader 来了，来了，棒。小泽老师完全带入了老弟的感觉。他会走向。哦。不笑了吧？笑不起。不爱笑吗？如果我们大家在晚宴现场的话，你们会是第一个抽对方卡的人吗？我应该会的。我在想，离开小屋3年之后会不会有变化？但是我自己想象了一下，如果我在这个现场，我应该还是会这样。多多老师，我还用问吗？我一定是加1，我一定是，因为其实它这个游戏规则，如果你拿了对方的卡，别人是拿不了了嘛，对，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哦，你是交易员。对。哦，月儿，你的工作时间是你是朝9。哦，对，朝9晚5。时间比较固定，工作的事。那你们就是喜欢朝9晚5的生活？他的头一直在转。对，那先回答你，再回答了，再回答他的。对，好多问题啊。那我坐着介绍了啊。凯一拿了博涵，你拿我的，我就拿你的吧。哦，我们俩为什么要这么激动？该激动一下。好像又是 B 啊。你想记录是不是？先联系。房间里面有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始记笔记了。我们应该是很认真的一起，直接连到大结局。他们这个复选我也得记一下。来吧。啊，思思来了。思思是主动的，对他对于很明确，他就很主动。7轮拿的思思的。博涵也是想拿月儿的，我们俩一起对标，我觉得是，首先是这个等于这个，让我觉得那个谁，这个也有这个，然后他应该是点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这个，这个等于这个，这个那谁？稍微慢一点，稍微慢一点。不是，好乱啊，没跟上。请选择一位异性和他对视10秒。哦，爱看，我爱看。他自己选。对他自己选。方，那我们就
磕对了，第一集我就开始磕了。天哪！我蹦出来了，我要。我这个是在场哪一个是你最欣赏的同性，请和他交换座位。他不会要和一航换吧？咱们应该是哦，是选了一航。哇哦，好精彩。所以如果在刚刚这种场合的话，如果你心动的女生现在是 C 位，然后你坐在哪个位置？首先，我想想啊，我代入一下，可能旁边吧，旁边，方便照顾，感觉就是距离更近了。对，虽然对面的话你可能沟通更方便，但是物理上的距离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氛围感觉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觉得有道理。我应该也是对面，坐对面就是你可以明目张胆的看到，但你坐旁边你就会偷瞄。也有道理，也有道理。你不觉得就是私聊的那种感觉很好吗？对，但如果是第一面，我可能是偏对面；就如果是有熟悉一点，对，就可能是旁边会好一点。多多呢？如果对方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人，我可能会选择坐他的旁边。那如果他性格是内向的，我可能会选择坐他的对面。小孙老师是什么？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，大家可能会就不一定，我想坐在哪我就能坐到。如果我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会坐到对面吧，对面会更多眼神接触啊。在不说出对方名字的前提下，用3个词描述你关注到他的细节：大方得体，然后很爱笑，务实吧，务实吧。平台了吗？我似乎看出来个什么东西了。柯文的性格他也自己说了嘛，他比较看重是一见钟情。对，他已经很明确的话，说明他已经在这个场合里发生了一见钟情的事情了。对，所以他就需要去完全表达自己的主动和自己的意向。对，如果说大家拿到作文的问题，会直接说出务实如此指向性很明确的这种答案吗？我觉得他这么说的话，相当于他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了。如果我像他这么明确的话，我应该也会说吧。好好笑啊，真的。真得看情况啊，这个东西。是。务实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那可能他不讲，我也会说。另一个可能就是像丁好说的，假如我非常明确了，那我可能也会说，但是除开这两种情况，我可能不会先说的这么明确。我如果说能感受到对方给我明确信号了，那我就会在公众场合表达我对你也是感兴趣的，我要给他一份安心和安全感吧，和我的态度吧。明白。我感觉我也是，就如果说这个人我很感兴趣，我可能会先表达，然后如果我表达完之后就是没有双向回应，我也会放掉。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绕弯子的，就我是一个很直的人。对，其实刚刚每个嘉宾对于自己理想的关系都有很清楚的认知。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？其实我还是蛮明确的，我还是很喜欢于洋他的恋爱态度，就是说我不太会轰轰烈烈，但我能记得你随口说出的话。如果你能记住我随口说的话，它是一种很惊喜的感觉。我觉得其实女孩子都还挺喜欢一些小的用心的细节和惊喜的。对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以恒和思颖的。以恒说爱是铠甲也是软肋，可以柔软可以强大。思颖写的是爱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。我觉得这2个方面看似是就是对立的，但其实是亲密关系里比较有魅力的2个部分。是的，慢慢来。小孙，你这边差不多时间要离开了。真的好想看完，但是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处理，所以只能先
和大家说拜拜了。但是能不能把后面的那个情节微信里跟我说一下？哎，会的会的。先记好笔记，告诉你。好，那我先撤了。好，小孙老师，拜拜小孙老师，一路顺利，一路顺利，拜拜拜拜，下次再见。那继续看片子吧。好的。哦，哇哦，别墅不一样的感觉了。Hello，箱子呢？我箱子在楼下。谁会去帮他拿箱子？包是 leader 啊。那我们去帮你拿。你看，你有几个箱子？一个，就一个。他在拍人方。哦，哦，好自然，他们也挺明显的哦。是的，我们俩同意，同意。一下雨听什么歌？下雨听Daniel Caesar。哦，好厉害啊！好帅。哎，那你们听歌一般听什么的多呀？Daniel Caesar。哦，你看，就是果然有。在第一天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就第一次见面了嘛，然后他就一直在观察他，然后默默记下。对他们还是蛮明显的，我觉得。你们想喝水吗？想喝，要不我们去倒点水。哦，接个水。Oh my god！ 呀，接个水，我没太懂。没事，这个时候旁边有人拉你走，你走就完了。其实懂不懂没关系。哦，就留了他们两个。有这么明显吗？在当下那个氛围，我觉得更明显。哦，但你觉得他们两个可以连线吗？我目前觉得男生可能会偏女生，但女生不好说。我觉得看凯怡的状态，他是没有看出来以恒对他是感兴趣的。我觉得凯怡的性格也是比较慢慢的、懵懵的，对他可能还是把大家当朋友在相处呢，所以可能凯怡他也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身上已经被别人投入目光了。但是就可能我观察下来，我感觉就他们第一天到第二天，以恒出现在他旁边的频率挺高的，可能不一定说这个人是否喜欢我，但是就是能够感受到你对我应该是有一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后面如果还是要看以恒老师怎么去相处和表达了，对，这很重要，不然他可能一直蒙到底。支棱起来吗？要不要一起去散步？哦，他已经直接说出，哇哦！哦，他要约他。对。Hello。哦，西伦就在这儿。哇，真的好勇敢啊！去啊！冲！我跟你说个事情。哦，坏了。Oh no！但是有第三个人在现场的话，这句话就不太好说出口。我觉得其实很勇敢了。对，刚刚这个举动可能是他性格不会做的一些事情。他做得很好，我感觉。对。你喜欢中国史还是世界史？我都看。都看。但是世界史我只知道近代的。但近代的够了，二战之后，因为它很多跟经济政治挂钩，就跟你的专业不是很贴吗？对。救命！我感觉我在上课。他们在研究近代史。近代史是吗？凯怡说我现在都研究不明白呢。你认识我们学校的吗？我认识啊，你们专业的。所以我那天在问你。好的，这万无一失的杀手，救命！月儿在书房，然后男生们突然就慢慢的全进来了。那如果是你们会进去吗？我可能会凑一下热闹，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。走。哦，即使那个女生是你感兴趣的，那不好说，那不好说。你要走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哦。那如果你们是悦儿的话，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，你们会留意到什么样行为的男生呢？那可能在这种氛围之下，如果谁能跟我很顺的往下聊下去，那我可能就会跟这个男嘉宾多聊一点。
对我感觉，如果是这种多人情况下，可能也是，就是我会听他们在跟我聊什么。跟你有更多共同话题的男生会更加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对，是的，对，就还是要聊得很愉快吧，就相处很重要，我觉得。OK。之前看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说得特别好，就是极度自负的人其实都是极度自卑的人。你觉得你有一些这样？对，我骨子里很傲慢，我经常会觉得，就我在关系再好的人，我会觉得他很多事情其实笨，或者很多方面他做的不好，但我骨子里又自卑。他们聊得还挺深的，对他们聊得很深度话题，他们就是很自然地聊到关于自己的性格、自己对感情的一些看法吧。对，愿意把自己内心比较深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对方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一个对话。对，就是已经有交心这种聊天。我觉得对于感情的进展是非常之有帮助的。对，是的。是的，刚进小屋，像这种深度聊天其实还是蛮少。刚开始，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对在深度聊天的。可能我们2个人就算一天约会，我们聊的东西都不如刚刚坐在那儿聊的。对，舒服聊天很重要的。Hello， 溜达溜达，走。哎，是要早起？应该不用早起。那你就是没有遇到过你的理想型吗，或者怎么样的？凯一问的挺直接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挺感觉吧。又来这个？不是，这不是真是的。我可能他们话聊得卡卡的感觉。我本身我就不太能说的一个人。我那天没感觉你很爱啊。不寒。那是我的一个完了，保护色啊。可能是，对。他想要知道的那个点其实蛮直接的，就是想问男生到底是什么想法。是。尊重你想了解的人，他也有可能想了解别人是不是说？就是打个比方是这么个意思，看他们的聊天，我感觉他们目前是处于不同的阶段。对，可能女生她会更加明确她自己的想法，男生的话没有那么明确。是，约会日还有几个座位啊？现在7是吧？是不是有新人？一个新的女生。感觉很干练的样子，是梁湘。对，大家名字都好好听，梁仁芳，孙启萌，萌萌。哇哦！哇，好厉害啊！他都我需要这个技能。我会比较喜欢阳光一点的吧，大方就好了。大方阳光。我第一时间想到贺文。Hello， 就辛苦你。没关系。哦，这是第1集结束了吗？就是到新人这里结束了，我感觉后面也很好看的样子哦。作为我们心动大家族的一员，我们刚刚看到了第9季正在感受我们心动小屋故事的嘉宾们，大家看完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希望他们就是大胆做自己，你们的真诚都会被我们看到，然后我们也会一直支持你们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真诚和勇敢下去。那如果说在离开心动小屋之后，如果有听到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做自己。对。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在小屋都不敢勇敢的去搏一次的话，在现实生活中又怎么能做自己呢？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用于小屋这个环境。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在小屋这个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吧，勇敢的去冲一冲。好。然后进入我们的拍照环节吧，嘿嘿。3、2、1，好好呀！我在我们那一季也是充当这个拿相机的角色。谁联想？谁先来？看一下构图先。其实都挺好看的。你全贴上去，就贴上去一个。
拜。